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现在是盛夏季节，夏天怕什么？怕城管？怕西瓜步兵啊？还是怕热？怕蚊子？我就特别怕蚊子啊，特别是露营的时候，那我是那个地特喷剂加上蚊香都用，而且呢用10来个蚊香盒驱蚊，估计蚊子不一定毒死，我就晕了啊。生活中啊，有些人是特别招蚊子。这个其实也是自古以来啊，比如说古人啊，咱们范文正公啊，范仲淹在他的这个咏文中就写到啊，宝去樱桃重，寄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呀，休要问前程。这首诗就生动描绘了蚊子呀在吸血前后的这个状态变化，饿的时候跟柳絮一样轻，吸饱血之后像樱桃一样重。范仲淹呢是以他这个幽默的这个笔触啊，他就道出了蚊子简单而且本能的这个生存方式，吸血。有人说这首诗是有暗讽的啊，这对那些只知索取而不思未来的人的讽刺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叫《巨蚊谣》，说呢，喧腾鼓舞喜昏黑啊，昧者不分，听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丽姿迎人着不得。这首诗就描绘了蚊子呀在夏夜这个喧闹纷舞，折磨的人是不堪其扰啊。那从这些诗句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自古以来，蚊子就一直是困扰人类的这个小恶魔。它不仅这个吵闹扰人，更重要的是呢，它还是传播多种疾病啊。那一项发表在Nature 上的这个Cell 啊，发表在这个顶级学术期刊 Cell 上的这个研究啊，就给我们揭示了蚊子磁铁之谜。这篇题为叫Differential mosquito attraction to humans is associated with skin-derived carboxylic acid levels 这个论文，他说蚊子呀对人类的吸引力差异与皮肤来源的羧酸水平有关。它是由这个洛克菲勒大学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共同完成的。那这项研究的核心啊，发现是呢，一些人之所以特别招蚊子，是因为他们皮肤表面啊特定的化学成分，尤其是羧酸类化合物的含量较高。那么什么是羧酸呢？羧酸啊其实就是一类有机酸，它的分子结构呢都含有羧基 COOH。想一想中学化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常见的醋，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乙酸嘛，就是一种简单的羧酸。所以羧酸在我们的皮肤上主要就来源于皮脂和汗液的这个分解吧。那么哪些人在这个皮肤的羧酸含量比较高呢？可能和多个因素有关，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有些人天生就皮脂腺活跃产生更多的羧酸。再一个就是饮食习惯某些食物可能影响你体内脂肪酸的这个代谢。再一个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有些疾病可能会影响你的皮脂分泌，包括个人卫生习惯你过度的清洁可能会影响皮肤的这个微生物平衡最后就是环境因素了，你温度湿度可能都会影响你的皮脂腺的活性。那现在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这项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实践办法啊。那研究人员首先是招募了一群志愿者，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佩戴特别的尼龙袜套，以收集皮肤的这个气味样本。那志愿者们呢，每天在前臂上穿戴这个袜套6小时，连续几天，不能洗澡接下来呢，研究人员就使用一种叫做双选择嗅觉仪的装置来测试蚊子对不同人体气味的这个反应。这个装置呢，看起来就像个分叉的管子，每个分叉末端都套着一个装有志愿者佩戴过的这个袜子的盒子。研究人员呢就把埃及蚁蚊它是一种传播多种疾病的蚊子放在装置的主室中，观察它们从这儿会分到哪边来，是吧？结果就显示蚊子对于不同人的吸引力确实存在是显著差异的。有些人比如说是这个实验中的这个33号他就特别招蚊子
它对蚊子的吸引力呢是远高于其他人。比如说像这个28号这个受试者。更有趣的是呢，这种吸引力差异在数月内都保持稳定。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个蚊子磁铁，那么你可能会一直如此。所以为了找出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人员就使用先进的气象色谱4级飞行时间质谱联合技术，叫 GCQ2FMS 来分析袜子上的这个化学成分。他们发现这些特别招蚊子的人，他皮肤上某些羧酸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人。那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发现呢，研究人员就使用了一个巧妙的剂量反应实验。他们将高吸引力受试者的袜子的样本逐渐缩小，同时呢，保持低吸引力受试者的样本大小不变。结果就发现即使高吸引力样本尺寸远小于这个低吸引力样本尺寸，蚊子仍然是偏好高吸引力的气味。只有当这个高吸引力的样本被稀释到原来的1/32甚至或者1/8的时候蚊子才会失去对它的偏好。所以这个实验就进一步证实了确实是某些化学物质它的浓度，而不是样本的大小或者其他因素决定了蚊子的偏好。那么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吸引蚊子方面确实是存在显著差异的，10个指头不一样长，人和人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这些差异与皮肤上的羧酸含量密切相关。那第三个呢，就是某些人成为这个蚊子磁铁，它的倾向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最后一个呢，就是蚊子的嗅觉系统对这些化学信号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这项研究就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呢，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来对抗这个蚊子传播这个疾病，是吧？了解蚊子的这个偏好，它的生物学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出更有效的这个驱蚊产品或者策略。那有朋友说，我就是蚊子磁铁，和蚊子是铁丝儿，只要我在，蚊子就不叮别人了。那我觉得这位朋友的人缘是肯定不错，开个玩笑因为你在，蚊子就不叮别人了嘛。我们说这个听了上边这个内容那是不是想怎么能不让这个蚊子叮是吧？那既然蚊子它是去咬这个羧酸分泌多的，按照这个逻辑，那是不是皮肤上喷一些弱碱性液体中和一下，就能减少这个蚊子叮咬呢？那我只能说是你是很有才，但实际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理论上改变皮肤表面的 pH 值可能会影响你皮肤散发的气味进而影响蚊子的吸引力。比如羧酸是酸性的嘛，如果你用弱碱性的液体来中和皮肤上的酸性，理论上就可以改变皮肤表面的化学环境，减少蚊子的吸引。但是什么事都有但是，你皮肤的 pH 值通常是偏酸性的。为啥呢？它有助于保护你皮肤免受细菌感染和维持你皮肤屏障的这个健康。你频繁或者大量的使用碱性物质，可能会破坏这种天然的屏障，引起皮肤问题，比如说干燥、刺激甚至皮炎。另外这个蚊子对人的吸引力不仅仅是由皮肤上的羧酸决定的，像其他因素比如体温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这个体内的化学物质，比如乳酸甚至是你衣服的颜色都可能来起作用。因此呢，这个单靠改变皮肤的 pH 值可能不足以显著的减少蚊子叮咬。那如果你想不让蚊子咬是吧？更常见我们推荐的方法呢，还是使用经过验证的驱蚊剂，比如说前面说的 DEET 的产品是吧？穿这个长衣服覆盖身体的这个长衣裤，用蚊帐和尽量避免在这个蚊子活跃的时段外出。同时呢，你还要考虑使用一些自然的驱蚊剂，像什么香茅油桉树油紫苏油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同样的蚊子，有的人咬一口呢就起红包，我就是比较特殊普通蚊子叮咬
就看不出明显的被叮咬痕迹来，只是这个略微瘙痒挠挠。这种现象呢，主要就是因为蚊子唾液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免疫反应差异造成的。蚊子呀，它在咬你的时候，就吸血的时候呢，会注入它的唾液，这个唾液里边含有助于血液流动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抗凝血剂或者是血管扩张剂，方便的吸嘛，是吧？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对这些外来蛋白质的反应是不同的，就导致了不同的这个局部的皮肤反应。那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免疫敏感性，一些人对于蚊子唾液中的这种特定蛋白质啊，它更敏感，他们的免疫系统呢会更强烈的反应，释放出更多的这种组胺啊和其他的炎症介质，导致肿胀啊、红斑啊、瘙痒。另外一些人对这些蛋白质可能不敏感，因此反应就比较轻。我就是反应比较轻的，就是轻微的瘙痒或者几乎没有明显反应。有时候别人咬了一身包，我身上没有印儿。再一个就是暴露的频率，是吧？有些人对蚊子唾液中的特定蛋白质更敏感啊，但是呢，就是说经常被蚊子叮咬的人，可能对蚊子这个唾液产生一定程度的耐受性，天天咬，慢慢也就好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在经常与蚊子这种共处的环境中呢，这些人更要常见。比如在热带地区，可能这个人更耐咬。那不经常接触蚊子的人呢，可能对蚊子唾液中的物质呢就更为敏感。不被咬过的，一咬就起大包，是吧？反应就更强烈。那好了，这就是关于这一期蚊子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你是蚊子磁铁还是蚊子根本就不 care 你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再见。